老道又喊了一声，这次用上了仙力。灵力啊，师父跟你说件事。那雄壮的身影回过头来，却是一副可爱的少女面容，见到老道就是一阵欣喜。哟，师父，你来看弟子了。话音未落，可能是太过激动的缘故，那根长棍脱手而飞，直奔老道面门而来。这老道瞬间变色。今天兜率宫中的风儿颇为安宁啊，只是怎么有种烤牛粪的味道？玄都大法师看了眼那两个蹲在另一个院落炼丹的小童子，又看了眼那只在树下趴着喘着粗气儿的老青牛，面色古怪地摇摇头，开口：小金小银，莫要胡乱炼丹，打扰了老君清修。那两个童子连忙起身，乖巧地应答了几声。玄都大法师并未多训诫，既然被吵醒了，他也就例行地掐指推算，看看洪荒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是跟他人教有关的。老师把这些教务都扔给了我，我也只能多操心了。先算到的自然就是之前算到很多次的三教源流大会。三教源流大会倒是不错，只是人教道程太少，去了之后显得势单力薄。被老师所看好的那个小弟子竟还想装病不去，那怎么了得？大法师知道，为老师所喜者必与老师相近，他自己就是一个例子。还好玄都大法师发现其实，在这个小弟子暗中做各种准备时，就断定这个小弟子是要用装伤的手段，所以悄悄地做了一点相应的布置。如此正是道高1尺，浪高3丈。大法师念及此处，顿时微微一笑，继续推算与人教相关之事。很快大法师便有所得。三师叔家的赵公明近几年异常活跃，不断在犀牛贺州砸人洞府，追打西方教高手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这些事都未闹大，被打一方往往选择息事宁人，这跟我人教有什么关系？大法师随手射来太极图虚影，仔细推算，但所得甚少。圣人弟子都会被圣人出手遮掩天机，通天教主虽然在三清排行最末，但对天道的感悟却是圣人前3。顺带一提，道门圣人包揽前3名，且诛仙四剑、清平剑虽然无法镇压气运，但更善斩天机，古太极图也无法推演有关赵公明之事。所以说，这到底跟我人教有何关联？大法师有些费解，念及圣人老师的交代，他只得站起身来。这事儿他必须得去看看。赵公明上古末期成名高手，与他3位义妹一同拜入通天教主座下，4人拜师前已是成名一方，自身大道已定，故被列为外门4大弟子，得通天教主赐宝传法，却并未修行上清大道。有太极图相助，玄都大法师虽然推算不出此间因果，却可以勉强地推算出赵公明的位置。天机之中满是赵公明的脚印啊！出得西天门，踏过中昆仑，大洲边缘处得见一道人。不过片刻，玄都大法师赶到了案发地点，隔着几万里，仙时就发现了赵公明的气息。但是赵公明此刻躲藏在几处大阵之中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大法师悄悄地靠近，借太极图投影之微，不露半点声息，到了大阵近旁，将几重大阵直接看透，却见赵公明此时正口吐血沫，道躯轻颤，指着前面那名浑身伤痕的西方教高手，咬牙怒骂：哎呀，贫道今日无端被你灵宝所伤，没几万年怕是难以复原了。你跟贫道去灵山，贫道今日和你没完。玄都大法师眉头紧皱，
立刻就要冲进大阵护下道门高手，但是很快就发现有些不对劲儿。赵公明似乎并未真的受伤。而后玄都大法师也算是开了眼界了。大阵之中，双方唇齿相击，骂了半个时辰。赵公明熟练地绕了一圈，将对方给绕入了比惨环节。等对方自锤了一阵，赵公明又拿出了一颗流影球，迅速将对方镇压。这一套流程下来，虽然比第一次要麻烦了数倍，但是赵公明做的依然是行云流水，环环入扣，无他，唯手熟耳。就听赵公明胸有成竹地轻笑道：道友，你说咱们是私了，还是在洪荒将此物广而流传呢？玄都大法师的额头缓缓浮现出几条黑线，看到这儿，他突然明白了一点什么。该不会……大法师并未直接现身。等赵公明结束了今天的业务，那名西方教高手发完那一大堆誓言之后，颓然离开了。玄都大法师假装偶遇，与赵公明碰了个面，两个人寒暄起去。玄都大法师便问出了心底之疑惑：赵师弟，你是不是最近见过了某个我人教之人？赵公明愣了一下，随后便明白了，自己刚才干的这件事儿已经是被这位道门大师兄所见到了。赵公明顿时老脸一红，有些不好意思解释道：师兄莫怪，刚才那人啊，六元会之前曾欺负我之好友，今日找他出一口恶气罢了。六元会？玄都含笑点头，又换了一个角度：赵师弟，你最近是不是见过南海海神？哎呀，师兄当真料事如神。那就是我人教中人。玄都心底微叹，道一句：果然呐。想到刚才那般画面，又想到刚刚那西方教之人立下的繁琐誓言，玄都已然打定主意，要想个办法把这小弟子搞成我的小师弟才行。若他入人教正统，成为我身旁之人，待他修为高了，处理人教事务还用我这个大师兄做什么事？师兄，赵公明找了一个话题：这次三教源流大会，师兄您可要现身呢？玄都大法师随口就要说一句：还有要事。这种麻烦事我都已经将未来小师弟忽悠过去了，自身必然就不必过去，刚好给未来小师弟一点发挥的场地，让老师早早动收徒的念头。玄都大法师话已经到了嘴边了，说的是我还有，但是突然心底泛起了一缕明悟，明悟只有一个字：去。玄都大法师嘴边的话语也变成了我还有一点药物，待处置好了便过去一关。赵公明顿时眼前一亮，对玄都大法师做了一个道揖，言道：师弟定会让他们提前准备，恭候大法师大驾光临。玄都大法师一阵语塞，剧本重复了好像。小琼峰，李长寿飞在不高不低的高度自百凡殿回返。其实圣人老爷最开始就给自己一点提示，那他就知道自己必须要去这个三教源流大会，不必要暗中影响整个门派高层，非要晃他这么一下。李长寿心底迅速打消了这个念头，这般心底阴搓搓的非议圣人老爷实在是凶险之事啊。就如李长寿记忆犹新的那句前世名言：如果不是真的喜欢，谁愿意去做备胎呢？哎，如果不是洪荒太凶险，谁又……不，咱们十分乐意为圣人老爷跑腿打杂做点小事。圣人老爷让他去三教源流大会，那必然是有所因由。仔细思索，也确实有点道理。龙族与西方看似是道门之外的事，但是实际上，这又会有哪般影响啊？道门因此事
更为昌隆？让西方教加紧步伐，收编龙族？还是西方会去算计这次大会？那么我一个人族小弟子过去又能做什么呢？李长寿喃喃不断，在地下密室中来回踱步，他不断地思虑着，总归是竖不起逻辑支点，只能将之归类为，既然是圣人老爷的安排，必然是有自己看不到的道理。李长寿自觉他可能只是一座木桥上非关键位置的一枚楔子，若少了它，木桥能用，只是会有一丝丝的不稳。李长寿已经读了小半篇的《太清道函》，其内主张的便是稳宅懒不是，主张的是那个清净无为，不染因果。桃子个稳宅懒。李长寿看着密室墙壁上也被自己挂上的那个巨大的稳字，心底略微有些感慨，在此道之上，我远远不如太清圣人老爷矣。既然不明要去，那就做好万全之准备。各类毒丹、微型阵盘，这自然是出门必备。新型指导人，接下来还要多做几个，先落在人字编制之下，留在师父和师妹身旁各一个备用。还要做2个，放入海字编制，派去守护南海海神教。自身也要带2个神字的新型指导人，确保遇到危险，我有更多的主动性。如果不是制作新型指导人太耗时间，且李长寿必须要腾出大半的时间用在参悟太清道函、压制自身境界上，出门之前将自己本身实力稍微提升一些，安全系数也就多一些保障。检查了几遍身上的防推演套装、自身保魂入轮回套装，以及重新炼制并改了颜色的避毒宝珠、灵宝长剑等防身用的灵宝，仔细地梳理了一下自己身上的大大小小的宝囊，清点了一下自己身上上上下下可以称之为底牌的各类物件，心底总算是有了那么一丝丝的安逸感。那2只有玄都大法师气息残留的玉牌，其实本身就是保命符，李长寿自然不会忘记带上它们。最近他还偶得灵感，寻到了消耗自身功德，假装自己拥有功德金身的办法，也加入了保命底牌库。整理了自己外出要携带之物，李长寿还想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道考题。问：当面对一个敌人与千百个敌人时，反应会有哪些不同？正确答案是：耳中所听，目中所闻，尽皆不同。稳论理论支持，选择用隐秘性最高的土遁水遁，还是用速度最快的风遁火遁？李长寿轻笑了一声，恢复平稳心境，继续做准备工作。几天之后，他便开始不断地参悟太清道函，又计算着自己的境界增速，将每个小境界不断地落实落稳，道基便如同一座高塔。李长寿成仙前的塔基已经做到了 9.9 分稳固，但成仙之后，他境界飞升，跨过了元仙、真仙2个大境界。在李长寿看来，这一大段的道基其实都不算稳固，他现在也只能在更高的塔层上不断努力，将下方的道基一点点去夯实，去砸紧。前路还有长生劫，此劫不过终成灰。李长寿已经开始筹备渡劫方案，其中最靠谱的2条，一是功德护身，2是人教功勋。所以在修为境界上，他并不着急向前迈步，甚至还想原地踏步。要不要打造一个只是归道境的新版纸人化身，去参教源流大会？李长寿认真的思考分析利弊之后，很快就否决了这个想法。那不是故意应付圣人交代的任务去了吗？那须是几个菜、几个故事、几个陪酒的喝成什么样，才敢做这种不要命之事啊？
而李长寿搞定了自身之事，又做了一些其他类型的小准备。比如呢，此时还空了大半的人教道成高手统计表格，其上有性格、跟脚、喜好等等选项，到时候就要靠风雨咒搞这些情报了。其次，李长寿还准备了一些给师叔的小玩意儿，给长老的一些应急小对策。为了充分担当起领队的职责，确保渡邪门一行不惹事不生事，李长寿还花费了不少心力，做了一本渡邪门弟子参加大会行为手册。这手册稍后会交给九巫师伯，以九巫师伯的名义献给门内。奖赏自然是老规矩了，55分账。清晨时分，门内钟声再次响起。此前被召集过的各封弟子总共48人，驾32朵云自四面八方朝百凡殿飞去。人数减去云数，差不多便是道侣数。李长寿身为本次外出渡邪门弟子的2位领队之一，对此并不会觉得有什么异常，门风如此，早已经习惯了。也就是这2年，每次去百凡殿时，听那位燕儿师姐喊琪琪师弟太多次了，心底已经对此没有什么波澜。这一次也终于能去见识见识，像是逍遥仙宗这般人教大宗被玄都大法师和月老搞成什么样子了。乐观一点估计啊，3教众多道成中，他们人教道成应该是平均颜值最高的那一教。女为悦己者容，男为悦己者酷，大概就是这般意思。